为了在某书上引流吸粉，我发了一个挑战的帖子，名为“帮助100位陌生人实现愿望”。不到一天，帖子下的评论就快200，不少人留言私信我，恳求我伸出援手解决他们的困境。我不以为然，我发帖只是想提高自己的热度。后来我在那帖子下发现了妻子的小号，他给我留的评论是：我想换个老公。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刷到这条评论时，妻子陈晓到了孕期必备的产检环节，我铁了心要陪陈晓一起去产检，但陈晓却对我大吼大叫，不似从前那般温柔如水。都说了我一个人可以的，你非得跟着去干什么呢？要是有什么其他的怀疑，你可以直接说，不用这么拐弯抹角的。他脸上满是厌烦，我更加怀疑了，又想到了那条帖子下他的评论，我只是不放心你一个孕妇自己出去，身为老公让怀孕的妻子独自去产检，这像话吗？我以为陈晓会发出那样的评论，是因为我平常对她的关心度不够，毕竟自她怀孕以来，我陪着她去产检的次数一双手都能数得过来。虽然主要原因是陈晓不愿让我陪着一起去。陈晓听了我这番话后，语气更加不耐烦，自己一个人去那又怎样？又不会出什么事，别烦我，你跟来我更烦。陈晓收拾好包后便直接转身出门，我想拉一把他的手臂，却意外打落了他手中的产检证件，上面的日期有些陌生。没等我看清，陈晓立马蹲下身捡起，神情有些慌张。日常她总是借着怀孕对我指手画脚，此刻动作倒是麻利得很。她稍微缓了下口气说：我看你忙了1周了，好不容易有休息，不想你把太多的休息时间耗费在我身上，反正这种事也不是1次2次了，我心里有数。我刚想开口劝解几句，他直接就转身出了门。我重新坐在沙发上，打开手机，想再看一下自己发的那条帖子，却见陈晓那条评论下又新增加了一句：真是烦死现在的老公了，我真的想换一个老公。时间刚好在1分钟前，我和陈晓是在网上认识的，确定关系1个月，陈晓意外怀孕了，我们就直接领了结婚证。陈晓肤白貌美，大长腿，又是个带有编制的老师，他的条件很优越，按理来说追他的人都能排到法国，可他最后选择了平平无奇的我。我想不明白陈晓为什么会在网上评论这么一句，便私下找他的同班同学打探，毕竟我们之间有业务往来，双方合作也愉快。听到我的来意后，他极为痛快地告诉了我一些陈晓的陈年旧事。陈晓之前有个谈了4、5年的男友，当时我们都以为他们毕业后就会领结婚证，没想到被你捷足先登了。或许是因为陈晓已婚，他直接把陈晓和她前男友的事一一告知。我陷入了短暂的沉默。前男友吗？好像没有听到陈晓提起过。陈晓是因为他才会发出来这么2条评论吗？我感到有些烦闷。回到房间后，发现陈晓的梳妆台上摆放着他经常用的平板，他没有设置密码的习惯。我直接打开了平板的微信页面，此时的陈晓正在和他的好友夏聊得火热，同步更新的记录一条接着一条跳出来。陈晓，我真的是服了那张凯了，大白天突然发什么疯说要陪着我来产检，我还以为他当真是发现了什么，吓我一跳。夏，这有什么？发现就发现了，大不了离婚，也算是正中你的下怀了不是？陈晓，话虽如此，但我怕他知道真相后会对我做出什么。
陈晓，要是他知道肚子里的孩子跟他没什么关系，保不齐他发起疯，我就是一尸两命了呀。后面的聊天我没有心思再看下去。他这话是什么意思？什么叫孩子跟我没什么关系？难道说陈晓肚子里的孩子不是我的？因为接二连三发生的事情，我面对陈晓已经没有当初的热情。我没有删掉引流吸粉的帖子，随着时间的流逝，底下的评论越来越多。陈晓倒是没有继续评论，好似这2条评论只是他心血来潮下写下的。面对孕检这件事，他依然不让我陪同。这是上次检查出来的报告，孩子一切都好，所以你不用担心。陈晓以为我是关心孩子的健康问题，甩出一张检查单来应付着我。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那上面的周期有些不太对劲。我都一个人走了多少遍了，闭着眼都知道怎么走了。你还是在家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好好赚钱，未来给宝宝一个良好的成长环境。陈晓难得有这么好的脾气，劝阻了我几句后，在我脸颊旁亲了一口。他出门后，我等了10来分钟后，也全副武装下了楼。只见陈晓在出了小区后，很快又上了一辆黑色小车上，驾驶座明显坐着一个男人。陈晓变心出轨了，车子直奔医院的方向。陈晓口口声声说不让我陪着去，合着是有其他的人会陪同他一块去啊。那一瞬，我又恨又气，像有无数根针同时扎进心脏一般。所以陈晓是想要让这个坐在驾驶座上的男人成为老公吗？我打开手机，作假了几张转账的截图，更新某书的帖子，标题明是挑战帮助100位陌生人实现愿望1%，配图是那几张截图。大量的粉丝又在我的新帖下面评论，陈晓也在下面评论：新晋孕妈，老公不着家，害得现在孕检都没钱，想要许愿5000块去做检查，好人一生平安。不知道陈晓在底下评论究竟是抱有一个怎样的心思。为了试探出他更真实的一面，我一直伪造聊天记录，发表在我的某书账号上。资助陌生人的金额也从一开始时候的几千变成了几万。因于每日更新，粉丝量和评论也在不断的蹭蹭往上涨。陈晓也是一次不落地，在我的帖子下评论，每次的身份都不一样。终于我收到陈晓关注我的提示，关注过后，他立即给我发来了一条私信：我偷偷关注你好久了，也知道你一直在尽自己的能力帮助别人。虽然我不想因为这件事麻烦你，但我确实是没有什么法子了。我父母要把我卖给一个50多岁的老男人当媳妇，彩礼20万已经被他们收下了。我不想嫁给他，你能不能借我20万帮我逃脱苦海？好家伙，又是一个新的身份。他此时正坐在沙发上，专心捣鼓着自己的手机。或许是我最新一条帖子给对方赚了15万，第一次私信他就敢血盆大口问我要20万。我假装同情他的遭遇，还和他交换了联系方式。账号搜索后出现的竟然是陈晓的大号，我用小号添加他，倒是没察觉出什么不对。我在小红书上说的都是真的，求求你把我拉出泥潭吧，我真的不想嫁给这么大年龄的男人。刚添加，陈晓就发来一句话，我立马把我评论区下他所有留言截图下来，然后再发给他，末了还加上一句：这么多身份啊，妹妹，所以你现在是已经嫁给50岁老头吗？因为老头不归家，没有孕检费用，想换个老公吗？我发出后，陈晓倒是安分了好一阵。我已经找人调查出那天陪他孕检的男人的身份，不出我所料，
那男的当真是陈晓的前男友。两人当初毕业后本想领证结婚，但两家却没有谈拢彩礼，直接闹崩。男方想就此打住，女方却在这时候检查出来有孕，迫于无奈，陈晓只能从网上找接盘侠。和我这个接盘侠结婚后，他们又旧情复燃。陈晓倒是想跟我离婚，拿着从我这分来的财产跟那男的重新领证结婚，但那男的不愿意，口口声声说自己没凑齐娶陈晓的彩礼，让陈晓在我身边委屈一阵子。陈晓此刻想骗我的钱，也是为了能够凑齐前男友的彩礼钱。他对他真是深情。我冷哼一声，鱼和熊掌都想要，他倒是想得美。我没管陈晓的反应，定期爆出的大额转账，网上不少人眼红。俗话说得好，在外的身份都是自己给的。我这几张简单的截图就把陈晓骗得团团转。他又发来消息，之前我在你评论底下留言骗你，确实是我的不对，但我也是有苦衷的，我找不到别人帮我，现在就只有你能帮我了。看你在小红书上随随便便就给人转过去大笔钱，怎么就不相信我呢？看得出来她真的很爱她前男友，想要跟对方领证相伴一生。但这件事至始至终只有我一个受害者。陈晓不把真相告诉我，反而偷偷算计我的资产。孩子出生，我们家高兴了好长一段时间，现如今也被爆出来不是我亲生的，这一口气我实在是咽不下去。为了让陈晓觉得我当真是被他这份坚持给打动了，我开始顶着小号每天对他嘘寒问暖。他认为自己目的更进了一步，开始用各种谎话忽悠我。被家里人逼着嫁给50岁大爷，他整天不是在挨骂，就是在挨打。问我要钱的频率也越来越高。那我帮你报警吗？这种事警察来了最管用，还钱反倒增大了他们的胃口。我直接回了陈晓这么一句。过了好一阵后，陈晓的消息又再度传来，没有用，我爸妈跟那男的已经成为一伙了，他们是不会这么轻易放过我的。陈晓假装可怜给我发消息，明面上对我的态度也一如往常。在又一次他死活不让我跟着他去产检的时候，我直接搬出了双方父母来对他进行压制。如果被他们知道我一直都不陪着你去产检的话，我会直接被两边亲戚用口水淹死的。又不是有什么东西不能让我看的，我就跟着过去，又能有什么？见到这次终于是没有什么理由能够继续搪塞我后，他点点头妥协了。那你稍微注意点你说的话，别在外给我丢脸啊！陈晓警告了我一句后，就带着我来到了医院。做完检查后，医生一脸凝重地问：孩子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最近性生活好像有点频繁啊，如果不克制一下的话，保不齐会对孩子造成什么影响。这时候，陈晓脸上出现了一抹慌乱。出来后，他一直跟我解释，医生有些时候会诊断出错，但我依旧不相信。毕竟在她怀孕之后，我就再也没碰过她。性生活过于频繁这一点，似乎也说明着什么。反正我就是没做出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如果你不信的话，我们直接离婚就好了。见到我依旧闭口不言，陈晓直接搬出了自己最常用的手段。每次只要他顶着一个大肚子说出这么一番不吉利的话时，我都会放下所有的恩怨，来好声好气地哄着他。好了好了，我又不是说不相信你。如陈晓所愿，我最终还是低下头跟他道歉。陈晓满意地点点头，但不过2分钟过后，他又笑不出来了。我只是在好奇，为什么今天医生给出来的报告单和你平常给我看的报告单上面时间不对呀？
这次这个怎么还更大了一些？我直接当着陈晓的面把孕检报告单拿了出来，许是被医生的话吓到了。陈晓竟一时间忘记了还有这么一个重要的证据，这是错的。陈晓直接一把将其拿过。什么医院三番两次出现这么明显的错误，亏得我一直都在他们家做检查呢。下次我直接不来了。陈晓假意因为这件事生气，而试图想要混过去。我也顺着他的意，不再揪着这个问题不放。原以为他经过这件事了之后会稍微有所收敛一些，跟那男的联系也有所减少。但令人万万没想到的是，在一次我上班途中，突然发现有个东西落在家中，需要回去拿时，家中散乱一地的衣服以及卧室传出的不可描述声音，直接让我大脑轰的一下变得一片空白。还是你厉害，那手段深得我心，不像那个张凯一样。恍惚中，我似乎是听到了陈晓微微带着娇喘的声音传来，里头的男人听闻后也随之露出一抹轻笑。花他的钱养我，然后我再偷偷喂饱你，这样的生活对你而言不好吗？男人说完这话后，又直接一个黏腻的吻，如此急不可耐，让我一度有些忘记了陈晓此时尚在怀孕中的身份。两人尺度如此之大，倒是让我一下感到有些不可置信。有了这一次的撞见之后，我开始跟陈晓分房睡，一句为了他肚子里的孩子，好让陈晓不疑有他，只是抱着一个布偶熊在那看着我。那是他最喜欢的玩偶之一，也是前男友送给他的礼物。我一直都不知道。没关系，你只是需要独守空房这么几个月就好了。陈晓见我一直愁眉苦脸，以为我是在为分房这一件事感到有些不愉快，啪的一下直接用着自己亲过别人的唇亲吻了我的脸颊，引得我一阵恶心。他倒是乖巧，知道要怎么伪装自己才能降低我的怀疑。正如我用小号跟他聊天时，他也知道怎么把自己伪装成一个身世凄惨的人一样。趁着陈晓重新回到房间中休息时，我掏出手机查看小号，发现对方又在刚刚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给我发来了好多条消息，无一例外的都是在询问我什么时候给他打钱，为什么排了这么久还不到他等等。彼时的我已经在某书上更新到了第24个，一直以来都没到他自然会感到焦急。如果你替我出了这笔钱，我这辈子都会很感谢你的。正想着，陈晓又直接给我发来了这么一条消息，这个 T 字怎么看都让人看着不得劲。上一次这个 T 字出现，是在知道她怀了孕却不能跟前男友结婚，而让我做了接替侠。她就这么喜欢找人接替，为了她那所谓的前男友竟能做到这种地步。这次我倒是没有再继续回复她什么，直接放在一旁冷落了她好一阵。陈晓待她前男友倒是真情实意，但那前男友是不是也同样如此，可就说不定了。发现陈晓和前男友背着我一直偷偷勾搭在一起时，我曾花大价钱请了一个职业捞女伺机接近前男友。与我所料那般，那前男友压根就不在意陈晓是否真的能嫁给他，陈晓肚子里的孩子又究竟是不是他的这个问题，他也不以为然。若非一直以来看到陈晓都能时不时爆出一点金币给他潇洒，他还真不一定会搭理对方。在我和陈晓周旋的时候，那职业捞女也一直在跟我同步着他那边的进程。正所谓专业的事还得是要专业的人来比较好。不过几天下来，那前男友已经被捞女吃得透透的。好几次陈晓想邀约着他出来见面，他都借口自己忙而直接推脱了。陈晓对此倒是没有丝毫怀疑，
反而还极为贴心的让他多多注意自己的身体。想到这对狗男女背着我偷偷干的那些事，我直接给那捞女又发了一笔钱。我要你想尽办法接近陈晓，让陈晓跟你交朋友。事成之后，我会付你双倍的报酬。陈晓不是一直都为了那前男友而到处找接替的吗？那我就让他好好看看，轮到自己是哪个接替的时，又会是怎样一副场景。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那老女在收到钱后，很快就展开了行动。原本陈晓因为自己怀孕的原因，周围的交际圈也在日益缩减。在一次自己独自外出，突然肚子发出剧烈疼痛，但却没有任何人对她伸出援手之时，老女出现了。你都不知道，要不是那天有露西在场，我那肚子里的孩子怕是要保不住了。陈晓拉着露西在我面前一脸后怕地回忆着，那露西也没想到她竟然会直接带着自己来跟我聚会。一时间脸上笑容也有些凝固，我面不改色，直接接话：这么说，我们确实是得好好感谢人家。要不这样吧，找个时间把你男友叫过来，我们4个聚一下，我请客。为了能够更好地收起最后的大网，我直接让露西同意了陈晓前男友那所谓确认男女关系的事。陈晓不知其后面的关系，当即也是举着双手同意我的提议。此刻的她倒是依旧对前男友专情不已，天天像是打卡一样来我小号面前哭着让我帮助她。所说的内容也由一开始乱编到现在逐步说出事情真相。我真不是有意要骗你的，这次我真的句句属实。我很爱我男友，所以我很想嫁给他。这笔钱我以后会还的，只需要你现在伸出手帮我一把就好。这是陈晓和我聊天记录中陈晓最后说的话。她说她很爱她男友，那我算什么？我没让露西实话实说，而是一直将神秘感保留到了约定见面那天。在见到露西的男友竟然是口口声声说还爱着自己的前男友时，陈晓当即直接愣在了原地。而那前男友也没想到，简单的一场聚会竟会变成现在这样。你说他是你男友？陈晓不可置信地望着露西。怀着孕的身子此刻倒显得有些摇摇欲坠。露西一脸淡定地点了点头后，还不忘直接在陈晓面前亲了她前男友一口，以作秀恩爱。我们在一起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听到有这么一个聚会后，她说她不放心我，立刻就答应陪着我一起来了。露西装作没看出陈晓脸上出现的异样，用尽手段在陈晓面前显摆着。不出意外的，陈晓直接被气进了医院。一直等到陈晓在医院苏醒后，我才轻声询问着他背后的真相。陈晓始终闭口不谈这一场恋情，只说自己就是最近太累了，没休息好，所以才会在大庭广众之下直接晕倒而已，没事就好。你可不知道，露西和她男友见到你突然晕倒的时候，担心成什么样了。我装作不经意间在陈晓面前提了这么一嘴，好不容易平复好自己心情的陈晓顿时又气不顺了。该说不说，陈晓对于她前男友的爱确实还是有些盲目的。在医院住了没几天，露西又带着前男友过来，假装好意看望陈晓。借着办事的劲，我和露西一前一后找了借口出去，故意把陈晓和前男友独留在一个房间内。等到我再次回来时，陈晓脸上满是笑意，想来应该是被前男友哄得差不多了。我假意没看见陈晓脖子上的吻痕，轻声感谢着露西和那前男友竟然能够在百忙之中还不忘过来看望。
前男友和陈晓暗中相互对视一眼后，又扬起只有两人才知道的笑容。他们以为我还依旧傻傻地蒙在鼓里，但却不知这才是我刚刚开始。为了后面收网顺利进行，我让露西开始借着各种缘由问前男友要钱，许诺她从前男友那收刮到的钱全都是属于她自己，我绝对不会多加干预。看到自己现如今能够同时拿3笔钱，露西顿时干劲十足，18般武艺全都使出来后，前男友果真开始遭不住了。为了能让露西继续留在自己身旁，他开始动不动问陈晓要钱，小到日常开支，大到准备投资，无数次的索取，倒是让人觉得他对露西痴情不已。而在医院被前男友哄好后，陈晓的恋爱脑似乎又回来了一般，对他的所有要求全都来之不拒。只是他的私房钱毕竟也有限，之前为了能够留住前男友，已然为他花费了不少。几番犹豫之下，他又开始盯上了我那小号的身份。看到我依旧天天在小红书上晒着今天又帮了谁谁谁后，陈晓那好不容易沉静下来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一则视频通话的请求发来，搞得我猝不及防。我也没别的意思，就是想要跟你当面聊聊，我真的很需要这笔钱。视频通话的请求被我一把挂断后，陈晓又不死心的给我发来了好几条消息。望着另一边穿着清凉但却脸上带着精致妆容的陈晓，我脑中竟突然涌现出一个难以置信的想法：她不会想要舍几位前男友吧？说不准心中究竟是不是在为自己突然冒出的这么一个想法感到有些生气。在看到陈晓居然为了前男友竟连网上寻求陌生人援助这种做法都开始有些深信不疑时，我还真的一个没忍住冷笑了出来。都说天上不会平白无故掉下馅饼，这陈晓究竟是被爱蒙蔽了双眼呢，还是他本身就这么蠢？我依旧没搭理陈晓，继续运营着自己那小红书的账号。陈晓看到自己再度被我忽视了以后，直接一不做二不休，天天来我评论区闹腾着，一口一个假的，倒是真的让不少人对我的做法开始感到有些怀疑。我也假意被他这一操作弄得头疼不已，应下了他那提出要见面的请求。一直到真正跟我见面之前，陈晓脸上还是满是笑意的。看到我的那一刹，他的脸瞬间又垮了下来。你怎么在这？为了能够更好坦白的整件事的缘由，我还极为贴心的订了一间房。陈晓见到我的那一刹，直接匆匆忙忙的拿起旁边的衣服往自己身上套，显然有些误解我订房的原因。明明在10分钟前，我刚跟他说公司有事让我过去一趟，叮嘱着他独自一个人在家要好好注意身体，但下一秒我竟直接推门而进，来到了这只有他跟那网上男人才知道的包间。陈晓脸上不免有些不可置信，见到他这般，我直接挑开了话：我不在这的话，要怎么听你说你跟你男友是如何恩爱的，所以才会想要跟我借20万，只求能和男友共度一生的呢？我对着陈晓挥了挥手机，手机屏幕上赫然显示着我那某书上的后台。一想到他竟当真要为了前男友而舍己为他来讨好我这个没见过一次面的陌生人时，我当下直接一个反胃想吐。陈晓见到我这般，又被我气进了医院。当天晚上，他就早产了一个女儿。面对自己曾经做下的这一系列举动，陈晓痛快应下后，依旧是一脸冷漠。跟我提出离婚的同时，他还想要资产平分，但我又怎会如他所愿？一个过错方
还想分走我的钱，没门！我撂下这么一句后，直接把陈晓一人独自留在了医院中。前男友听闻此事，本还想过来探望，无奈露西为了自己的目的，可谓是差不多已经把自己的真面目给揭露了出来，扬言道：如果前男友当真敢背着她偷偷去看望，那他们俩就分手。几经权衡之下，前男友竟还真的没有在医院露过面。尽管已经提前做好了心理准备，觉得陈晓和她那前男友应当不会就此善罢甘休，但对于前男友的突然出手，我还是感到有些猝不及防。也不知道是不是陈晓顾及到自己还是一个刚生完孩子的人的原因，在我苏醒后发现自己被绑时，他们提前找好的一间废弃楼房内只有我和前男友两人，大家都是男的，我也不折腾你好吧。见到我苏醒后，前男友第一句话便直接直冲主题，手上还拿着2份早已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签下离婚协议书，把所有财产都给陈晓，我就放了你怎么样？前男友一副吊儿郎当的样子，另一只手还拿着一把匕首，不停比划着。听到费尽心思把我绑来，只是为了让我签下他们提前准备好的离婚协议书时，我下意识的反应竟是笑了一下，这倒是很符合他们一贯的做法。你不是露西的男友吗？我跟陈晓之间的事关你什么事？陈晓前男友被我这么一句话给问懵了，既想要陈晓这边的钱，又想要露西那边的颜的他，此刻支支吾吾的，竟也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关你什么事？有钱能使鬼推磨，懂不懂？只要钱到位，你管我是谁的人？陈晓前男友直接大吼这么一声后，又微微屈身在我面前，用那匕首狠狠拍着我的脸。与其关心这么多，倒不如先担心一下自己吧，别以为你能逃过今天。前男友继续说着，手上的匕首也直接缓缓划过我的脸颊。更何况人家陈晓毕竟跟了你这么久了，不给点补偿说不过去吧？你竟然还想要让人家净身出户。我是让他净身出户了，但我却给他女儿留了大笔钱财。这件事陈晓没有告诉你吗？我直接接上这么一句，但那前男友似乎对此并不买账。给他女儿留了？前男友哼笑一声，放屁，人家那女儿又不是你亲生的，你为什么要给女儿留？我劝你识相点，快点签了这份协议，这样也好让你少受一点罪。虽然前男友这话说得很急很快，但我还是一耳便抓住了里面的重点，依旧坚持说给女儿留了，让前男友不禁开始冒出怀疑。他也恶狠狠瞪了我一眼后，掏出了电话，趁着前男友跑一旁，给陈晓打去电话求证的劲。我直接带着椅子就往楼层的窗台方向冲。前男友反应过来后，也是赶忙追上我，两人又瞬间扭打在一团。因为双手被绳子捆住，我很快落了下风。在我即将要被前男友神不知鬼不觉地掐死在这废弃的楼层上时，楼道突然传来的阵阵脚步声倒是引起了我们两人的注意。猝不及防下，前男友很快被人制服。被警察带走的那一刻，他脸上似乎还有一丝不甘，恶狠狠地盯着我，嘴上更是直接把我祖宗18代骂了一遍。但我对此都丝毫不在意。那天突然出现的警察是露西带来的，她看到陈晓和前男友似乎在密谋着什么之后，便一直偷偷跟在他身后观察。有了前男友当天绑架我时候说的录音，以及露西提供的有关他私下密谋绑架我的视频后，前男友的罪名俨然就是绑上钉钉的事。在被问到是否有同谋时，前男友直接供出了陈晓。
两人那辛苦隐瞒了许久的关系，也在这时候终于曝光在世。露西也直接卷了前男友所有的钱后，又不见了人影。我如愿跟陈晓离了婚，陈晓带着孩子净身出户。一开始时候，她那句想要换个老公，宛如一个魔咒一般，终于得以实施。在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后的那一刻，陈晓望着我，突然问了我一句：我到底有没有爱过他？我只爱我自己。我回了陈晓这么一句后，就直接不顾他在后面痛苦，便潇洒离去。与其接替别人，成为一个怨种接盘侠，倒不如全心全意爱自己，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